佛教与基督教、伊斯兰教被认为是现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在全球有大约5亿人口的信徒。佛教最早起源于古印度，创教者为释迦牟尼，我们一般尊称其为佛陀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。佛教的宗旨与使命为引导人类的心灵、道德进步和觉悟，帮助人类脱离苦海，达到解脱的状态。因此佛教的教其实是一种教育，教导众生离苦得乐。如果只把佛教当成宗教，学到的也只是迷信，不会是真理。随着时间演变，佛教也衍生出了许多派别，例如大乘、小乘、密宗等等。那最初的那个佛教是怎么诞生的呢？在这次影片中，我们就来看看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。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印度，有个叫做迦毗罗国的地方，这主要是由释迦族人所组成的一个共和国。这里指的释迦当然不是指水果，释迦是梵语，字面上是大能的意思，指的就是能力很强的一个部族，但我们中文一般把它翻译为仁慈的意思。当时迦毗罗国的国王净饭王与皇后摩耶夫人结婚多年，却一直没有子嗣，直到一天夜里梦到一只6牙白象朝自己走来，然后从他右边的肋骨窜入，顿时摩耶夫人感到通体舒畅，好像饮用了甘露一般清凉安乐，身体仿佛被日月之光照耀，当下心中涌现无限的欢喜。当时印度的女人有回娘家生孩子的传统，因此快要到分娩时，摩耶夫人在工人的陪伴下启程赶往老家天臂城。途经蓝毗尼园时，摩耶夫人下车休息，在她伸手去摘无忧树枝时，太子悉达多就此诞生。可是在悉达多出生后7天，摩耶夫人就去世了。净饭王后来娶了摩耶夫人的妹妹，他代替姐姐把悉达多抚养成人。据说释迦牟尼一出生就能独立行走，这一走就走了7步，每一步踏在地上都长出一朵莲花，之后父亲才为他取名悉达多，就是说他出生时即有许多奇异祥瑞的意思。莲花是佛教文化中的重要元素，莲花表示由烦恼而至清净，因为它生长于污泥，绽放于水面，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深层含义。有一天，大臣们禀告净饭王，听说雪山上住着一位名叫阿斯陀的神通仙人，他博贯古今，精通相法，如果能请这位修行有成的仙人为太子看相，就可以准确地预测太子未来的命运。净饭王听得心中很是欢喜，于是请来了著名的阿斯陀来为悉达多占相。这个仙人看着看着就开始哭啊，哭什么呢？净饭王急了。阿斯陀带着深深的哀伤就开始说了，太子相貌非凡，如果脱离荣华开始修行之后，必定成为大彻大悟的觉者。可惜我老了，已经是风烛残年，寿命将近，来不及亲自看到太子成佛，也无法听闻他的妙法了。悉达多太子天资聪慧，到了12岁时，父亲为他请来各种武师文人传授知识。很快，悉达多就掌握了当时印度最高的学问，精通各式文学、算术、兵法、武术。净饭王对于太子宠爱有加，希望他能继承王位，但又想起之前仙人的预言，生怕悉达多心中萌生修行之意。太子从小每天生活在奢华的宫殿内，很少出城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日子久了难免无聊闷闷不乐。于是父亲看太子这样，就想帮他安排一门亲事，顺便可以避免他想出家修行。在悉达多16岁时，已经是个文武双全的太子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最后父亲安排他与邻国公主耶输陀罗结婚。在之后几年，太子与妻子深受百姓爱戴，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罗侯罗。悉达多每天过着人生胜利组的日子，住在父王为他建的宫殿里，许多年轻的宫女天天侍候着他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。有一天，王子走出皇宫的东门，偶然遇见一位瘦弱的老人，之后又从南门出行，又看到一个瘦骨如柴的病人，痛苦地呻吟着。正当经过西门时，遇到一对出殡的行列，
家属哭哭啼啼地为去世的亲人送行，好不伤心。最后从北门出游时碰到一位修行者，他是那么的安详，悉达多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。在一天的深夜，悉达多睡不着觉，心中不断地思索着，世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呢？人为什么会变老、生病、死亡？人难道都会死吗？要怎样才能免除这些痛苦，像修行者那样平静安详呢？他辗转难眠，于是走出了寝宫，在经过大厅的时候，看到宫女们歌舞了一整夜后熟睡的丑态。他心想，再漂亮的东西也有变丑的时候。于是悉达多决定去寻找答案，准备踏上修行之路。在这天夜晚，他趁着大家睡着的时候，悄悄地走出房间，离开王宫。虽然此时他的儿子罗睺罗才刚出生不久，这时悉达多已经29岁了。悉达多出宫之后，先是削发剃度出家，然后过着挨家挨户乞食的生活。这时候已经需要称悉达多为释迦牟尼了。释迦是他的姓，牟尼是圣者的意思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一阵子之后，释迦牟尼去寻访一位叫做卡拉玛的圣者。这是一位住在拉加格里哈山的隐士。在释迦牟尼找到圣者卡拉玛后，跟随其学习透过呼吸和瑜伽，他很快就学会了禅定修行的方法，但他还是没能够从困惑中解脱出来，因为他没能找到众生痛苦产生的原因以及消灭痛苦的方法。于是释迦牟尼离开了卡拉玛，后来又师从另一位隐者拉玛普特拉学习。可是学了许多学问，也没能解除他心中的疑惑。这时释迦牟尼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，开始踏上苦行之路。什么是苦行？苦行是印度传统修行的一种方式，他们主张把自己的物欲完全封闭起来，与物质化的社会现实相抗衡。他们以一种极端甚至自虐的肉体折磨的形式来获得精神的解脱、灵魂的净化。举例来说，他们可能会不穿衣服啦，头发不剪啦，四处流浪啦，甚至有人为了追求肉体的痛苦，会自残、服食毒素，发誓永远不使用2条腿的其中一条，或是发誓要把一只手往上举着，永不放下。越痛苦越能显现修行成果。有一天，释迦牟尼正在森林里打坐，出现了5位很尊敬他的追随者，表示愿意跟随他。从此他们一起流浪，住在森林里，一天只吃1粒米。这样的苦行经过了6年，释迦牟尼得到了枯槁的面貌与虚弱的身体，却远远没有实现他原先期望的精神解脱。这时释迦牟尼才领悟到自己的苦行不过是徒劳。于是释迦牟尼离开森林，到尼连禅河边洗去身上沉积6年的尘垢，之后走到一个名叫菩提迦耶的地方休息。当地的牧羊女看见了虚弱的释迦牟尼，就拿了自己熬制的奶粥请他吃。释迦牟尼接受了牧羊女的食物，他的5个追随者见状以为他放弃了，便都离他而去。恢复了体力的释迦牟尼独自一人来到菩提迦耶的一棵菩提树下，盘腿而坐，总结过去的经验，并重新调整思维方法，准备进入禅定状态，并发誓不惑佛道，不起此座。经过7天7夜，终于茅塞顿开，大彻大悟，看透了痛苦的本质，获得彻底的觉悟，正道成佛。此时释迦牟尼已经35岁了。这7天的冥思苦想可是发生了不少事，有龙王现身为释迦牟尼挡雨，还有恶魔试图阻挠修行。原来啊，有一天释迦牟尼在参悟的时候呢，被魔王波旬发现了，就准备开始捣乱。波旬以世人的欲望为自身的乐趣，所以不希望修行人断绝那些妄念，常在人间破坏佛教佛法，阻挠修行之人，使人们沉溺在欲乐，让他们退步，不再精进。于是就派了自己的3个女儿，试图诱惑释迦牟尼。魔女在释迦牟尼面前搔首弄姿，想尽办法让释迦牟尼放弃修道，但他却不为所动。这可让魔王波旬恼火，于是派遣魔军来刺杀修行中的释迦牟尼。
眼看恶魔的刀剑就要袭来，一个叫做监牢地神的神仙及时现身显灵，保护佛陀，水淹魔军。魔王伯选在种种手段都未得逞的情况下，终于败退。释迦牟尼成佛后，便立刻去寻找离他而去的那5人。在鹿野苑找到他们后，并立刻向他们传授自己参透的佛法。这5人听到佛陀的说法后，心悦诚服，便都皈依了释迦牟尼，成为佛陀最初的弟子。而这5人也被称为5比丘，是世间最早的比丘。比丘的意思就是指出家的男人。之后释迦牟尼就带着这5个弟子四处说法，慢慢的也累积了不少追随者，因此创立佛教，开始四处教导大众。随着僧团的日益扩大，跟随佛陀修行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从此传递佛法也就变成释迦牟尼一生的使命。故乡迦毗罗国也听到了释迦牟尼四处传法的消息，于是父亲净饭王派遣使者邀请佛陀回到故乡说法。当佛陀初次回国时，因挨家挨户化缘，令净饭王感到很震惊，带着使臣来到佛陀跟前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沿街乞食。你要知道，佛陀原本可是迦毗罗国的太子。父亲赶忙接过佛陀的钵，领着佛陀及僧团到王宫享用佳肴。在这之后，释迦牟尼与昔日的妻子相见，对他以及父亲开示了世界的道理，还顺便带领儿子罗睺罗一同出家，拜自己的弟子为师。随着日子过去，父亲净饭王的身体日益衰弱，在最后父王重病弥留之际时，释迦牟尼来到了他的病床前，对父亲说了最后一次法，以此使父亲得度皈依。在净饭王过世后，释迦牟尼还亲自为父亲抬棺，不仅是为了尽孝道，更是以身作则，为世人树立榜样。一段日子以后，释迦牟尼受天神的邀请，去兜率天说法，和天人们交流佛法。在佛教的观念中认为，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个世界之上还有6重天，那是天人住的地方。天人跟我们地球人有所不同，地球的1天等于天人的100年。因为存在的空间维度不同，所以时间也不相同。就光速的理论而言，这是确实有根据的。在说完法后，佛陀在许多神仙天人的陪伴下，沿着天梯走回人间。而释迦牟尼有一个叫做阿难的堂弟，他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，但他非常羡慕佛陀的智慧和修行，本来也想跟着佛陀出家的，但因为娇妻在世，总有种难舍难分的矛盾。年轻的阿难记忆力强，还很虔诚，于是释迦牟尼带他来到天上，让他看看仙女长什么样子。阿难看见仙女的容貌与身材美丽至极，反观人间的女子却像狒狒一般，于是以此因缘而出家。后来释迦牟尼为了帮助他断除淫欲，带他去看了地狱中因此受苦的罪人，于是这名王子终于解脱了。在释迦牟尼晚年，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在某次弟子供养他时，用自己的病体提醒弟子不要忘记人生的无常。抱病的佛陀此时仍不断四处说法，尽管当时身体已经非常的差。在一次前往说法的路途中，释迦牟尼突然病情加剧，腹痛如绞，在弥留之际对弟子做了最后的开示，最终采右卧的姿势安详的离去，进入涅槃，享受80岁，弘法共45年。关于涅槃是什么，在我之前轮回转世的目标这部影片中已经有说明过了。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回到宇宙的另一个世界。在佛陀涅槃时，所有的人都因佛陀离开而悲泣难止，大地震动，人神共悲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唯一的依靠将要离他们而去。在释迦牟尼涅槃后，佛教整体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。当佛陀还在世的时候，他是佛教的教主，学说理念都是以他为主，但在教主离去后，大家都开始对佛陀的观念有自己的诠释方法，这也是导致现在佛教有这么多分支的原因之一哦。在我们这个星球上，佛教由释迦牟尼创立，释迦牟尼出生在2500多年前，
原是古印度一个享受荣华富贵的人生胜利组，后来看到人们为生老病死所苦，便想找出帮他们脱离苦海的方法，因而离开了皇宫，到森林里去苦修。正道后，释迦牟尼用了40多年的时间讲经论法，后来佛法也一直在人间流传下来。佛教意思就是成佛的教育，它的教义正是教人们如何彻底解除生老病死的烦恼和痛苦，并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。佛就是觉悟者的意思，指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事理因果彻底通达明了的人。在佛教中，我最喜欢的概念是苦与无常这两个事实。苦就是在说我们人生的本质是苦的，很多人由于还很年轻健康，或拥有金钱权势，所以并不感觉到苦。但人生的事情经历多了，一转眼30-50年过去了，可能为情所困或事业不顺，也可能年纪老了生病了，就会慢慢体会出苦的事实来。其实人从出生开始便一直在走向死亡，苦苦追到的财富地位终究会像幻影一般变成泡影。所谓无常指的是人生的多变，当我们荣华富贵到了巅峰状态时，也可能瞬间就坠入悬崖谷底。当我们在灰心痛苦的时候，佛法却可以带我们找到快乐的通道。无常就是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中，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，而正是因为变化无常，凡事才会有改变，世界才会处处充满机会。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你喜欢这类型影片，不要忘记按喜欢或分享。想看到更多相关内容，可以订阅我以及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